人民日报敲响钟声，中美之争临界点已逼近，金灿荣发出警告，后面5年将会是中美关系的高压期。敬请关注本期节目，了解详情。台湾问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后，当前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火药桶。因为台海问题关乎中美这2个世界上最强的2个国家是否会就此爆发战争。毫无疑问，一旦台海爆发冲突，那必然就不是小打小闹，到时候很有可能会演变成中美间的正面对抗。而局势之所以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这离不开美国单方面的推波助澜。近日，美军机抵台送文件的行为，直接让中美在这一问题上的矛盾达到了顶峰。在7月16号，人民日报直接敲响钟声，奉劝美国不要误判形势，美军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动摇中国捍卫领土完整以及国家主权的坚决决心。解放军当前已经做好了准备，随时准备好做出必要的行动。从人民日报的发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美之争临界点已经逼近。自从拜登赢得美国大选以来，美国似乎就完全放开了手脚，开始在台海问题上竭尽全力的搅局。不仅如此，拜登还竭力拉拢俄华盟国在台海问题上经营合作。在此背景下，解放军只好不断在台海开展巡航活动，应对西方的潜在威胁。种种行动使得大陆何时统一台湾，慢慢变成了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对此，我国著名的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发出警告，他认为后面5年将会是中美关系的高压期，所以我们的打狗棒必须更硬。就当前的形势来讲，只要我国没有犯错误，我们在未来5年在第一岛链内的实力基本上是和美国不相上下的。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到时候会非常的焦虑，导致未来5年的矛盾更加尖锐。在这种情况下，有观点认为，我国当下主要做好3点，就能立于不败之地：一是不打第一枪，二是能退就退，这里的退是边缘利益可以让一让；其3就是核心利益要斗一斗。在战略层面，这样做的好处就是能够加快我国 GDP 的增速，让往后几年的经济发展速度能保证 GDP 尽快赶上美国。但在发展经济时，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加快军事装备的研发，加速军事现代化。由于台湾问题提前摊牌是有可能的，美国人其实十分清楚我们的底线在何处，现在任何的行动都是逼着我们打第一枪。虽然说提前摊牌的主动方一定不能是我们最好是耐心等待，但是如果美国人一而再再而三的做出踩在底线上的举动，那我们打响第一枪，震慑那些宵小又何妨呢？日本防卫省突然用中文发推，但为何日网友比中国人还激动？这是打算和英国航母共同赴死吗？敬请关注本节目了解详情。据观察者网的消息称，在7月15号，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长的官方推特上更新了一条推文，但同往常不一样的是，这次的推文全篇都是中文，大致意思是对英国航母打击群前往印太地区表示真诚欢迎，并附有全中文字幕的短片介绍日英之间的交流。而这也是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部的官方自注册推特数年以来第一次用简体中文发布信息。仅仅从发布的信息来看，防卫省统合幕僚部这条推特只是关于日本的一些官方说法，完全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地方。但按照见人说人话的基本宣传原则，那这条推文的告知对象无疑是广大的中国观众们。对于日本自卫队发推用简体中文这种行为，相信大部分国人心中都一头雾水，这是在干嘛？而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感受到了挑衅。但该说不说，这效果就是个笑话。就算英国航母来了，又能吓倒谁？连个弹射器都没，舰载机还是管美国借的。这种让人贻笑大方的小动作再多，也无法对中国造成一丁点的威胁，反而给了人一种日本跟英国已经打算共同赴死了，这是向中国发出的赴死宣言。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这条简体中文的推文在防卫省统合幕僚部每天发布的大量日文推文中显得太过突出，所以也吸引了许多不明真相的日本网友到评论区围观。一些比较激进的日本网友甚至比中国人还要激动，认为日本现在终于硬气了，这是在向中国发出威慑，让中国感受到日本的坚强意志和决心。但要知道的是，尽管在这些日网友的眼中，用中文发推欢迎英国航母来日是防卫省统合幕僚部发出的强硬宣言，那就目前来看的话，前景恐怕并不乐观。因为英国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在塞浦路斯停泊期间爆发新冠疫情，截至本周，舰上已有100名船员确诊。此外，此次访问的日本舰队中，唯一的一艘45型驱逐舰钻石号因为发动机存在严重问题，当前已经被迫脱离编队返回检修。那么一看的话，英国跟日本就像是难兄难弟，一个曾经的日不落在靠借东西过日子，而日本这个亚洲曾经唯一的发达国家，如今却要在美国人所搭建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中文消息，不得不说，这可太魔幻了。英国欲建立一支由4000名詹姆斯邦德组成的未来特种部队，其作战目标直指中俄。这些007真的能对中俄产生威胁吗？英国真能撼动中俄两国吗？
敬请关注本期节目。詹姆斯·邦德的大名家喻户晓，这位电影里虚构的英国军情六处的特工，凭借着非常强悍的战斗力和睿智的大脑，获得了全球人民的好评，并且007也成为了大家眼中英国特种部队的名片。虽然电影终归是虚构的，但是现实中，英国将成立一支新的特种部队，目标是对抗中国和俄罗斯。据英国知名媒体《泰晤士报》7月17号报道，英军指挥官托顿声称，英国特种部队作战将在启动打击国家级别对手的框架下，开始针对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新的秘密任务。泰晤士报还提到，英国将派遣4000人组建这支部队，并且这支特种部队将与英国军情六处一起合作，对中俄两国进行监视和情报搜集工作。还有消息称，这支特种部队还将在中国周边帮助南海附近的国家培训海军来对抗中国。英国建立特种部队，直接把目标直指中俄两国，未免也太高看自己了。真以为007无所不能，一下子对抗两大国，英国还真是勇气可嘉呀！仅凭4000人的特种部队来对抗中俄，和让这4000人来送死没啥区别。不要以为全世界只有英国有特种部队和情报处，英国真当特种作战跟拍电影一样呢？英国在自身麻烦不断的情况下，还想着搞对抗，对中俄进行疯狂挑衅。在黑海刚被俄罗斯教训完之后，不知悔改，又把航母调到了亚太地区，准备联合美日等国在中国南海地区进行挑衅行为。谁知道还没到亚太，英国航母就爆出士兵大规模感染的消息。再加上英国海军之前的一系列不幸的遭遇，对于此次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的亚太之行，很多人不看好。英国自脱欧之后，一直希望恢复其大国地位，所以在舰载机都凑不齐的情况下，组建了以英国航母为核心的多国海上舰队前往亚太，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宣示英国的回归。英国想向世界证明其大国地位没有错，错就错在目标，选谁不好，非要选择中国与俄罗斯。说句不好听的，英国此举纯粹是以卵击石。中国与美国在南海博弈了那么久，美国没有占得丝毫便宜，英国实力比之美国要弱上不少，来亚太纯粹是找虐。俄罗斯更不用说，英国在黑海受的伤，估计现在还在隐隐作痛呢。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变化，对抗已经不是未来，发展才是主流。英国认清形势，一味制造对抗，最终受伤的只能是自己。007只是虚构人物，4000名特种兵在大国博弈中只是沧海一粟，翻不起什么波浪。奉劝英国能够认清这一点，一旦中俄联手反击，到时候真的后悔也来不及了。